嗨，欢迎打开 Chris 的知识漂流瓶。今天呢，我们来深入聊聊一个蛮重要的问题耶，就是你怎么知道你现在追求的目标是你心里真正想要的，还是说其实是外面世界书里讲的那个摆锤硬塞给你的？搞懂这个，真的才能找到自己的路，活得比较快乐了。对，这个真的超关键。不然很多人就是花了大半辈子，去追一些根本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到最后就觉得，哎，怎么这么空虚，这么累？我们今天呢，就是想帮你把那个内在的指南针，把它校准一下。OK，那具体要怎么看呢？书里好像给了几个线索，对不对？比方说，他提到那个虚假目标啊，追起来的感觉就很像义务，就是那种非做不可，好像没做就会怎样，有种惩罚的感觉，没错，没错。过程就很辛苦，像打仗一样。对，那种感觉就像你逆着水在划船，阻力超级大。然后就算你偶尔达成了，那个开心的感觉一下就没了，甚至会发现，哎，这根本不是我要的嘛。但反过来讲，如果是你真正的目标，你会觉得很有活力，过程本身就很好玩，就算有困难，好像也比较容易过关，生活就变成像一个庆典一样。哎，这形容不错，庆典。还有啊，书里说，虚假目标常常会包装得很漂亮，像是很时尚啊，或听起来很有声望。对对对，就好像那个摆锤，就是社会潮流或大家的想法，在你面前掉一个红萝卜，引诱你跟着跑。可是你如果傻傻跟风，搞不好反而让自己看起来很怪，失去自己的味道。真的。而且很有趣的是你看那些真正带领潮流的人他们往往不太甩那个摆锤的，他们就是听自己心里的声音，做自己喜欢的事，结果反而创造出新的风格。他们不是去复制，是活出自己的样子。还有一个陷阱，书里提到是有些目标因为遥不可及，反而特别吸引人啊。对，这好像跟小时候有些想要但得不到的东西有关。所以你要问问自己，这个目标追起来感觉怎么样？是不是像脖子上挂了一个很重的铅块，对，让你觉得很沉重不快乐？而且还有一点，如果你追求这个目标是为了要向谁证明什么啊，证明。对，不管是向别人证明还是向自己证明，那也要小心。当你发现自己需要一直说服自己，我需要这个啦，我应该要这个啦，那很可能它就不是你心里真正想要的，那种不是真正的勇敢，可能只是想掩盖一些自卑情节。了解。所以说到底，很多假目标其实是别人给你的。没错。只有你自己可以决定什么是你的目标，别人讲的参考就好。对，可以听，但是最后做决定的一定是你自己。凡是那种不经意听到的话，如果突然叮一下打中你的心，对，让你觉得这好像不错，那个可能才是讯号。是的，还有也要小心那种包装成为了大家好的目标。有时候那个摆锤会用你必须这样做啦，你有这个义务啦，来控制你。可是你要记得，你活着首先是为了你自己，你要先让自己幸福，才有能力真的去帮别人。你要去分清楚，关心别人是发自内心，还是外面给的压力。这点很重要那最后一个判断的关键，书里好像说是最重要的。对，就是那个内在的感受。内在感受。不管一个目标外面看起来多棒多厉害，大家多羡慕，但只要你在想它的时候，心里面哪怕只有一点点怪怪的不舒服、犹豫、沉重，或是紧张，一点点就是对，一点点就要警惕了。这跟比如说你面对新东西可能会有点害羞，那种内在意志不一样。这种不舒服的内在紧张是个警讯，代表这可能不是你的路。哇，所以最终的标准就是问自己，想这个目标的时候，我心里舒服吗？没错，舒不舒服最准。好，了解了怎么分辨假的。那反过来，怎么找真的目标呢？
书里有个观点，我觉得超棒诶。他说，当你专心在那个核心目标上，其他的像是钱啊、舒服的生活啊，常常会自己跟着来。对，就是这样。所以那个核心问题，你要问自己的是，哎，我的心哦，到底被什么东西身心吸引啊？做什么事情会让我的生活感觉像在放一个永远不会结束的长假？哇，长假嘿。对，先不要管说可不可能做到，那个先放一边，你就大胆去想。重点是你要分清楚，这是你心灵的渴望，还是你那个被社会影响的理性脑袋给你的意见。心灵的渴望 versus 理性的意见。对，那要怎么分？可以试试看问自己，我真的需要它吗？这招不错。如果答案让你觉得松了一口气，好像没有也没关系啦，那可能就不是你的。嘿呀，但如果听到这个问题，你反而有点生气，想反驳说我就是要，那可能就比较接近哦。这个方法蛮实际的哦。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哦，在你非常确定你的目标本身是什么之前，先不要去想要怎么做到。不要想方法。对，先不要想，因为我们的大脑太习惯去计算可不可行了。但这个计算的过程，反而可能会把你限制住，把你带到比较不顺的生命线。书里说，很多奇迹的发生，都是在你打破常规，不去预测路径，只是很纯粹地专注在那个目标画面的时候。专注在画面。对，这时候心灵跟心智才能真的合一，产生力量。这好像买衣服哦。怎么说？就是你看到一件衣服，眼睛一亮，心里叮一声，觉得就是它了。马上买了，回家穿也很喜欢，那就是你的。如果在那边犹豫半天，比来比去，或是买回家才觉得怪怪的，那可能就不是。没错，就是这种感觉。重点是去感受，不是去分析。了解。所以找目标不是用脑袋分析，是用心去感觉。对，你可以多接触新的人事物，扩大生活圈，但保持观察。对你内心的那个感觉要特别敏感，不用急着下定论。好，那找到目标之后呢？书里还提到门户。对，门户就是通往目标的路径啦。如果你在某一条路上一直碰壁，一直不顺，那可能目标选错了，或是走错门了。如果走对门，你会感觉哇，充满灵感，做起事来很顺畅，像在玩一样。那如果我看不到路径怎么办？卡住了。别担心，这时候可以试试看去观想那个目标幻灯片。目标幻灯片。就是想象你的目标已经完全实现了，那个最终的画面。你就去享受那个画面，感受那份喜悦。这个练习可以帮助所谓的外部意图帮你打开门，不过这需要点耐心。那我怎么知道我走的这条路门户是对的？关键字是灵感。灵感。对，灵感不是在那边空等就会来的，它是在你开始行动之后才会出现。当你开始往目标前进，就算是小小一步，灵感就会跟上来，你会觉得越做越有劲。这个很重要，不是等有灵感才做，是做了才会有灵感。没错。还有啊，你要留意那些你做起来很轻松很乐意的事情，就算别人可能觉得这个很蠢呢，或这个没什么用，这里面可能就藏着你那个独特门户的钥匙哦。不要小看任何让你真心投入的特质。了解。书里还有提醒，好像是说不要把鸡蛋放同一个篮子里。对，就是说不要把所有的希望都压在单一个目标或路径上，最好给自己留点后路，找一些替代方案。为什么？因为这样可以降低那个目标的重要性。当你觉得非它不可的时候，压力太大，反而容易失败。如果你有备案，心态比较轻松，那个门反而容易打开。所以不要轻易就把桥烧了。降低重要性，保留弹性。没错。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真的要相信自己的感觉，不要太容易被外面的人影响，被那个摆锤牵着鼻子走。只有你自己才能找到真正属于你的那条路。哇，今天聊了好多，总结一下，好像就是要分辨假目标，找到自己的路。关键真的在于要很诚实的去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和感受，
特别是那个内在舒不舒服的感觉。对，然后找目标的时候，放下太多脑袋的计算，去拥抱心灵真正渴望的东西。没错。所以今天我想请你带一个小练习回去。好啊，下次你去买东西的时候，不管买什么啦，衣服、书，甚至吃的都好，你试着完全放下那些分析比较，哪个 CP 值高，哪个评价好，哪个最流行，先不管，你就纯粹去感觉，看到哪个东西，你的心好像亮了一下，好像有个叮的声音。你靠近它的时候，你是感觉很放松、很开心，还是心里隐隐约约有点压力、有点怪怪的？就用这个最简单的练习开始去感觉什么是你的，什么不是你的。这个练习不错哎，很生活化。对啊，从生活小事开始练。好了，那今天的探索差不多到这里了，别忘了把这瓶知识飘向下一位朋友哦。咱们下一集见，拜拜。拜拜。